好，金华城案办案的进度到哪里了呢？今天北检第2度传唤证人蔡碧如我们看到这是蔡碧如她进去北检的画面。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茶壶里的风暴，有一位创党的元老民众党创党元老叫做朱慧荣，他在网络上有一个昵称叫大妈老司机那过去大家知道他是柯粉他对柯文哲非常的这个支持那为他辩护，为他助选。可是这几天有转变了，我们看到他频频上电视说他有被传唤嘛？他说检察官有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检察官手上秀给他看很多资料非常齐全，甚至把之前他就是他本人这个朱小姐本人跟柯文哲的 LINE 对话全部印出来，然后跟他讲说这些东西啦如何。那看完这个朱慧荣自己讲，看完检察官准备的东西之后，最震惊的是柯文哲到底对不起多少支持者，到底有多大的程度意思就是说很可怕他死定了他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在友台的政论节目这样讲。那内容大概讲到说那时候在竞选的时候，小草去扫那个 QR code 捐钱给柯文哲当做竞选经费，可是全部都到木可公司去了那个 QR code 的连结是这样子的。那蔡碧如其实跟这个大妈老司机的关系很好，据说是姐妹淘她看到这个现象，她还劝他说你卖个讲啊啦你卖个讲啊，因为检察官这个你去北检当证人你要遵守侦查不公开而且现在诈骗横行我觉得呢，你这样讲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也是检察官在诈骗你？这个是这个碧如姐讲，你会不会被检察官骗了故意告诉你这样你就全部讲出来，这样不太好吧？那现在不得了了，这不是口舌之争而已民众党现在呢接获检举要来这个到中评会要来问要来审议朱慧荣是不是要开除他党籍，还是给他什么样的处分？那朱慧荣当然觉得很生气他说民众党你真的是一言堂而且批评战狼小姐姐，批评陈志涵说你是地下党主席。我们来看看2度以证人身份，蔡碧如在踏进北检谈柯案。民众党好像有证实迫害的部分。约谈前，蔡碧如什么话都不说，那结束后呢？会不会像创党党员朱慧荣一样上节目全说了？最近朱慧荣凭在政论节目上分享日前北检约谈内容，他说检方手上资料多且齐全，还有不知自己名字被列在其中的文件。另外，检察官也讲了些让他难过的事，他是当场掉泪，还问检察官柯文哲什么时候变了。一连串打击也让朱慧荣在节目上感叹柯文哲死定了。只是现在也因为这段发言，朱慧荣被检举党中央要约谈，上面没有电话号码，没有联络人，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而且非常的没有纪律。他说这个才叫政治迫害。不满程序瑕疵且临时通知，朱慧荣第一时间更扬言要拉着编号005的先生跟004的自己一起退党。是不是因为这个号码100号以前的大概都这样处理，还是10号、5号以前的都这样处理？这是在暗算不是创党党员的陈志涵赶尽杀绝吗？因为看看朱慧荣脸书质疑中评会的约谈，难道只凭陈志涵的说辞，或者是他说我为了钱，那能多少钱？怎么样算起来应该也没有他薪水好啦。不知道他的这些言论的相关的依据是什么？据我的了解，确实有非常多的检举，但是这些都与我无关。党中央则回应一切都是按规定，且否认一言堂指控。而事隔一晚，带着 KP 徽章的朱慧荣退党之意似乎也没那么坚定。是他不爱我，又不是我不爱他，对不对？哇，你看他头上这个还带着 KP 的 logo，可见他真的还是蛮爱柯文哲的啦。不过到底是谁检举的？是陈志涵自己一言堂吗？据说民众党新竹县的党代表叫徐胜林说：“狼是我干部委啦，我检举的啦。”就陈志涵在底下给他留言说：“谢谢胜林。”好，来先请教来议员。其实我是觉得说这个案子办到最后，大概也快尾声了，然后大家都这样讲。但是话说回来我认为朱慧荣他有比柯文哲还要令民众党伤心吗？这是一个好问题呢。就是说，民众党对到现在来讲也没有调查柯文哲啊。
那对朱慧荣来讲，他当然很伤心。你知道朱慧荣从我很久以前跟他见过几次面，我知道他从柯 P 在第4选市长的时候，他就始终跟着他，一路相陪哦。很多本来支持柯 P 的人哦，其实也陆续离开。当然柯 P 他陆续有一些这个他的草粉进来嘛哈，对，但是这个慧荣姐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是就甘心没有。那你说她为什么会被传进去？显然是有一些证据嘛。那他依照他那些被传的，他去阐述说他心里面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民众党反而要安慰他，好好的把他接住，好好的跟他谈才对。结果现在不是啊，现在好像变成是他跟陈志涵2个人的战争啊。那一个党已经走到内部的民调只剩5点多%。那如果你们再不团结，真的连我们民进党看起来都觉得说，怎么这个政党那好可惜哦，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你有你的忠贞的党员，这么样第4号的党员愿意给你支持，甚至他会愿意讲一些比较诚实的话，你应该要来跟他谈一下，说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需要我们帮你找律师来协助你？我觉得这样的政党才是温暖的政党，而不是说，他讲了1、2句你不中听的话，你就赶快把他移送中评会。要是这样哦，民进党哦，大家很多人都被开除了啦。民进党的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讲。讲了以后呢，你真的伤害党的形象，一而再再而三，觉得说，好像不太对，我们都还会来苏德哈又来，我们来谈一谈，而不是一开始就在媒体上对骂。我认为这对民众党不是好事啊。来委员。朱慧荣确实是很资深哦，而且他一度挺着柯文哲了。是我在总统大选那前面那个阶段里面发现他是没有领钱的志工，每年都要竞选总部。从选市长开始挺到现在，就说从市长到总统大选一路是相等，所以他的党的编号是第四了哈。那当然我们这次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人去关心呢？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有去关心，包括你看那个蔡壁如都在提醒他嘛。现在最关键的，我觉得他现在讲话里面最关键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也可以做这个动作。他说那个 QR code， 你这个政治现金的时候，总统大选的时候，那个 QR code 那个东西，那个 QR code 现在在嘛？他说检察官跟他讲说，你去扫那个，就直接转到木可。像你现在都可以去。我们后来中央紧急应变中心开会的时候，我们有去扫啊，没有啊，没有跑到木可去啊。那他我觉得慧荣可能你会不会是被误导，或者说你应该回去，现在那个东西都还在嘛？我觉得慧荣也可以稍微再去看一次，好不好？我觉得这是里面一个关键。所以蔡壁如才会提醒他嘛，你有没有可能是被传进去的时候，你是证人吗？那可能他给你看的某些东西，你到底有没有被误导？这可能要进一步去把它查清楚。那当然，我也认为说党内会让人家觉得有一个纷争，老讲也是不好。你说没关心他，壁如后面有些朋友是有在关心他。最重要的，现在民众党是在风雨飘摇的那个过程，而且老讲。柯文哲被压进去到现在，他在里面他根本就没办法帮自己辩白啊！到底所以很多事情都是透过媒体，然后透过检调放出来的消息，到底有多少是被印证过的？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到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说他有柯文哲有收贿，对不对？那如果说慧荣现在一下子咬定就是说，检察官跟你讲这东西，他已经死定了。那当然，中评会我们的机制就是，那你来中评会把它说清楚，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嘛？好不好？来说，我觉得不要急着退党，有机会到中评会他吗？还不知道，不见得会开除啊。你来说，你到底看到什么嘛？对不对？好不好？把事情讲清楚。我在想，这应该不是中评会出动吧？那刚刚讲说蔡壁如有关心他，但我在好奇，朱慧荣会觉得蔡壁如现在还是党中央吗？还是他是另外一个党中央排斥的政治人物，跟他一样是前面的创党元老，那但是现在是被排斥的。我其实真的不排除说，检察官其实是有他的办案手段的，不能够把检察官所出示的内容当作铁证，因为呢，检察官所出示的内容，如果真的铁证到那种程度的话，我认为他都不需要再次羁押，他就直接起诉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其实是要保留的。那但是呢，他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比如说对朱慧荣来说，他如果是从选市长的时候一路挺到现在，他对于柯文哲的清白标准、道德标准，那么在财务上面的标准可能是100分。那现在如果是以贪污受贿的这个标准来讲的话，也许是只要40分。所以他可能觉得
其实他现在已经只剩下70分，只剩下60分了，所以对他来讲觉得很不堪。那也许对于到那个收贿的这件事情的那个标准可能还不到，因为这法律的标准跟每一个人心目中的道德标准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检察官可能提示的证据，尤其他这里面秀的是对话，那如果是对话的话，常常检察官不见得掌握那么多，但是他要跟你说这么多。好，这里面呢，我当过证人，其实我能理解检察官的各种手段，威胁、利诱，或者是恐吓的，或者是那种欺骗的，在所不惜。这样子，如果没有很坚定的对一件事情的想法跟清楚，我告诉检察官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个部分的事实，你不要想在我的嘴巴里头硬塞什么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应付检察官，但这并不是一般人在应付的时候能够面对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当然也有检察官的手法的可能性，但是其实之前我就讲，我说民众党现在是刺猬，谁稍微碰一下，就所有的人就像都是一把刺，就开始往外飙张起来，飙张起来。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那么你去跟朱慧荣去讨论，然后这也不是这一类的事情连电话沟通都不应该，因为电话沟通当中失去了人跟人之间的表情跟肢体语言，你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可能承受的压力或者承受的难过。如果你真心是希望朋友越来越多的话，那这时候其实派一个人去跟他好好的谈，然后去了解他内心所受到的一些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说我们在没有起诉之前，我们都不要下定论，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我觉得这不是中评会该做的事吧？这应该是很多，如果被外界认为民众党中央还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做的事吧。所以为什么民众党有这么多的离职或是前幕僚、前党员不断的在媒体上面说出一些不利民众党的话，可能就是他们在这一块做的太差了。包括你看张义善不断的在讲话他现在把矛头也对准了这个陈志涵，说小心皇上亲封比特犬的他。这就是民众党现在的处境。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拿到世界棒球冠军之后呢，很多政治人物可能要蹭棒球，或者是要搭上这一波顺风车。有人顺利的起飞，有人却中箭落马，甚至看起来摸鱼摸到大白鲨。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书记长庄瑞雄，因为被翻出他在10月中的时候，曾经在大会上面有一个这个说法讲到说他有拔嘎被戏这个类似这样子的话，那外界就说你可能是赌运彩，还是赌这个球板，或者是赌总统大选。那另外呢，这个事件风波都还没有完全平息我们看到今天庄瑞雄就把手伸到指到吴宗宪的脸上，说你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吴宗宪，你跟馆长合体直播的时候说蔡其昌蹭棒球，他有点在酸他啦，说你看这个蔡其昌怎么蹭都不会惹出风波，比我棒多了。那这是话中有话，因为我们看到馆长其实就翻车了。我刚刚讲的政治人物也包括一些网红，政治网红。馆长因为自己讲说，我少年的时阵，20几岁的时阵，嘛是在做球板，结果后来哇延上了耶！现在有2大企业跟他切割了，包括我们看到的是中信兄弟球团、和泰企业、和泰山企业都跟他切割，因为毕竟这个是不是好事嘛，所以企业要切割，我觉得这也是自然。那另外毛家庆因为有一些这个馆长或者民众党的支持者觉得说，为什么只办馆长不办庄瑞雄？因为我刚刚不讲吗？庄瑞雄在立法院也讲过类似的话嘛所以毛家庆跑去告发庄瑞雄涉嫌赌博罪，说你可不可以也比照馆长的标准来侦办？馆长是用他字案侦办，我们来看看。蔡其昌也是他不是前几天又在那边蹭棒球的声量，就说哎呀什么东西没有过，
预算没有过，明年的棒球也没有办法，那胡扯嘛！就是这句蔡其昌蹭棒球声量，让吴宗宪再度因为棒球被延上，完整还原当下语义。吴宗宪认为被扭曲。我从来没有否定掉蔡其昌对于棒球的贡献，我讲的是他把预算，我们在审预算这个东西，跟明年没有办法打棒球，这两个是完全无关的嘛？说是不满蔡其昌把总预算和棒球绑一起，从来没有否认他对棒球的努力，只是12强都已结束，除了蹭不蹭能吵迁赌问题，也在法院开战。他在总统大选，哇咖啡戏多少有在玩球板，这些话都在立法院公报。台北地检署对于执政党的立法委员到底敢不敢办呢？庄瑞雄就是赖清德的水源一瓶。如果庄瑞雄呢有用当年蔡英文跟赖清德内部民调的资料去分享给主头，就是意图盈利赌博罪的。就因为馆长一句以前做过球板被绿营群起围攻，而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质询时也说过一句自己家钱有在赌，反被开告涉赌罪。给到我的话，那是讲合法的运财。因为选总统的时候赌得要死，再次强调，台湾社会啊，不要说只有我了，大家互相打赌都非常正常啊。恶意啊去转传说我玩地下赌盘，这个叫什么？叫做球板的，这个要小心了啊！这个会涉及到妨碍名誉啊，这个部分呢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说台湾人打赌只是稀松平常，国球夺冠后莫名成了政界战场。好，所以你刚刚听到庄瑞雄说，我说的不是这个真的是赌博，我说的是打赌哦。总统大选不是大家都说哦，你输我一碗牛肉面，你输我一块鸡排哦，我们来打赌几杯这个珍珠奶茶。他蛮会转的哦，他说这个只是吃顿饭而已，没有必要做文章哦。那你看到呢，这个职篮联盟，因为庄瑞雄是台湾职业篮球大联盟 TPBL 的会长。所以也有一些球迷跑去检举他，好，我们就看到职篮联盟就说，有啊，我们已经去问过他了啊，哦，庄瑞雄会长说没有啊，那网友就不开心了，就说有一些事情遇到民进党就转弯了。对，这次我本来也没有很了解这个职业运动赛事的事情，因为我也跟很多人一样，在上一次那个中职签赌案爆发之后，我就心情就很受打击。可是这一次因为12强的关系呢，我又开始疯狂的了解这些新闻以后呢，就发现说哇，原来网友呢讨论说现在的职棒的情况呢比职篮好很多。因此呢，我又开始烦恼说，那职篮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们就开始骂嘛，那因为我也比较没有关系。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庄瑞雄大立委哎，现在在民进党是做党团3长哎，干部型的耶，还做过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的主委哎，庄瑞雄不是一个小咖哎，竟然自爆说我当时给干部走啦，你们都不了解啦，什么什么的。结果呢，现在竟然说他的角色就跟谁一样，就跟蔡其昌在中职的会长是一样的，他是职篮的会长。一个职篮的会长在质询台上讲这个话，而且已经网友都在批评说，现在的风气呢，棒球很好，可是篮球不行的时候，你庄瑞雄要不要调查？真的，我讲严肃的，如果今天的检察官不是大小眼的话，他们办馆长真的很大哦，很快哦。你说都是用他自案，当然啦，这种事情有人检举就他自案啊，所以毛家庆也很好啊，也好样的啊。今天马上去检举庄瑞雄啊，你就赶快用他自案办啊，最好如果他们同样都是台北地检署办案的话看要不要同一个检察官，大家来办办看。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很简单，庄瑞雄的严重程度呢，比馆长要严重。因为在讲呢，他是蔡其昌那个职位，如果他涉及签赌的话，那真的请鬼拿药单。如果他在当会长的时间点，他是连运彩都不能玩的哦，这是有规定的，因为他是这个台湾职棒篮球大联盟的会长，但是他连运彩都不能玩。但是他自己自曝的，他有没有搞地下的？有没有大家不知道的？对不对？尤其是说，为什么这只有司法检调才可以？
那个部分，你要去收很多人的手机啊、通联记录啊，他那个时候的 Line 啊，那些在搞这些这个运财赌博的角头的这些东西啊，你要循线查、认真查，就是要这样查。我觉得蔡其昌真的是祸从口出，因为他讲的那一段话，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对不起，庄瑞雄，他真的是祸从口出。你去看他在立法院执行那一段话，你很难相信他没有在赌，真的很难相信来，他讲的是我给干五的胜，好，他讲的是运财啦，公博呢，对啦，他其实他先讲说你们仔细看都不懂地下的那一段确实我跟你讲我也不懂啊，我就是因为这一次这个12强我也是跟永平姐一样，我觉得好兴奋我觉得我一定要，我是始终爱国球迷，无论大家说中华队、台湾队会怎么样，我就是买。终于爱国球迷，运彩我有中我好开心。我说老天爷眷顾我们这些爱国球迷，真的就是这样子。你比较厉害，我还没想到。我才问那个彩券行的在那边买的人我问他们说，为什么有在讲？人家在讲运彩跟地下赌盘，这又是怎么回事啊？那我才知道，直到馆长在讲球板，我还很疑惑，问我助理说什么是球板，你知道吗？他才解释给我听说，原来球板就是主头的意思。那我说为什么有运彩要买啊？你为什么要买地下的呢？因为他说赔率比较高。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就是说我本来不了解，后来问了市井小民事件，就发现说，其实地下赌盘还是存在的。那庄瑞雄这一段话呢，没有错，他是在国会殿堂上提出质询，他的用意在于说，要行政院要正视，如果我们的运彩在行销、在赔率上面可以来修正，可以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盈余可以挹注在体育上面，还有办法跟那些地下赌盘做竞争啦。他的原意是这样。那没想到呢，其实一开始是谈馆长他自己说我在做球板的时候，你还在实夸姐妈妈我要这样子，妈妈咋抠，就是因为这样。那我再回到刚刚吴宗宪立委这个，我看了以后，我是觉得有点伤心的吴委员他以前在我们新北市法制局当局长，他也还蛮中规中矩的，怎么到立法院以后变形，你知道吗？你现在想蔡其昌蹭，那你不是在蹭蔡其昌，你不是在蹭棒球，你不是在蹭馆长吗？很多议题大家都可以讨论，那你要不要后面再来修正？我觉得是有点失望了蔡其昌在这一路上为职棒做了多少努力，好不容易职棒跟棒协两个团体可以一起来为台湾的棒球做努力，到现在一步一步做工做甲老官，好你嫌甲老烂，就是这个道理嘛。那阿管为什么会出事？就是因为他在举国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在上面讲说好了，可以了啦，就这样啦，选手就这样啦，那个陈杰宪你就这样可以走了。几户就是台语讲骗秀啦，让大家觉得你看不起这些球员，你看不起棒球。蔡其昌的部分其实没有人否认他的贡献了，大家其实朝野都是啊。那为什么吴宗宪讲这些话呢？他不应该去讲吴宗宪做一个立委去跟一个做球板的人同台，然后来骂蔡其昌，这像话吗？人家在讲的预算，现在预算还在审，预算根本都还没审完，预算要赶快审过，就去讲什么经典赛的训练费用才有办法动用吧？好来，赶快审过，这是好意嘛？现在是预算是好意嘛？启开委员。凡走过必会留下痕迹。立法院那个国会频道是很进步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影片，自己判断这个庄瑞雄有没有祸从口出，有没有搬石头去砸自己的脚。我提供大家2段的话这个因为我们的那个国会频道都还在，大家是可以去看的，自己去看会了解。可是有2段话很经典，一开始讲议长你唔知影啦伊就讲我加减有咧播啦，你嘛知影。这句话引起最大的一个讨论。第二句话也很关键，他说韩国瑜你选总统的时阵，我是搏到要死的。然后那个背景是什么？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啊。那他当初在讲什么事情？他就是说运财跟地下这个运财是不一样。他等于那一场这个质询他是在教周荣泰认识什么叫做地下的这个。周荣泰显然也不知道。周荣泰是学法律的嘛，实际上你不是只有看庄瑞雄在讲，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周荣泰那个反应。当然知道他院长在那边又是学法律，当然知道说一个国会议员上面这样问是不好的嘛。那我觉得现在第一个，大家就去看影片就好，也不要讲太多，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判断。那第二个，机场馆长都被告了以后都开始在查了嘛，对不对？就公平起见嘛，毛家进去了，赶快查清楚，没有的话就还给庄瑞雄这个公道嘛，对不对？那时候有的话该办就办嘛。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前台烟董座陈启玉不是自己去投案了吗？他躲藏在台湾24天，这24天他到底去干什么？好，那我们看到呢，中间有一些讯息出来说，逃亡期间有明代接济。这检方这边有一些讯息出来，可是到底是哪一个明代？那检方到底有没有去传？到底有没有去了解？媒体就说了很多很多的内幕，包括密友啊，一位女性的密友啊，还有政商界人士，不是说还有一个大哥吗？大哥劝他出来投案哦。那检方说我们会持续追查藏匿的共犯，像是王宏威就问了说，你好歹也约谈媒体，问问明代是谁吧。因为媒体有独家报道啊，那你就把媒体叫来问啊，那明代到底是谁？来看看报道。陈启玉收押后，除了有检方继续要追查相关光电弊案的关键证物以及金钱流向，来找出他受贿的证据外，传出他首次约谈后，曾一路从高雄躲藏到中部，又来到北部，最后疑似又回到高雄六龟的山区躲藏，最后才突然向台南地检投案，被怀疑已经将相关证物隐匿或是销毁，而能够妥善安排的对象，恐怕是高雄在地的明代。因此，传出这段时间，陈启玉还能跟女密友接触，而这些人除了接济他，到底还知道多少案情？所以呢，现在媒体就报道说，这个失联的24天是为了要处理上亿的汇款金流。不是说什么签赌吗？就是这个说法都已经在媒体上面被曝光了。那是不是有任何特定的人跟他一起瞧好呢？一起串证呢？所以所谓瞧好了这件事情呢，串证、灭证还有赃款的藏匿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了？这是外界现在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并且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大家看司法的办案的状况还有程度啊，包括南检的漫不经心啊，把人给纵放啊，还有赖清德柔性喊话啊，然后陈启玉紧接着就到案了那我们看到联合报的社论就说，这是个投案，是不是在救局戏大局为重，在救局戏，陈启玉某种程度来去自如对啊，陈菊绝对是陈菊的大将嘛，因为他就会是从于正宪开始，然后到陈菊的时候担任他的副市长，所以大家都把他认为是局系。那你在高雄菊姐他是位高权重啊，即使他现在在监察院还是有非常多他的子弟兵。这次在高雄选举的时候，还是在看板上面都会写说是陈菊子弟兵。拜托，陈菊子弟兵看板一做都有好几百份呢。那你如果说局发生的问题的话，你叫这些已经花钱的这些局系子弟兵怎么办？当然最主要像还有包括除了陈启玉之外，还包括许明春，所以很多人就把他这个目标就是放在这个陈菊的一个身上，所以我们都认为说应该会找其他的人，像陈菊或是许明春，就到他们断点都到这个地方为止，不要再往上延伸。那陈启玉他所牵涉到的一个掏空，因为他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那我刚刚听到说他大家认为说他豪赌的时候，我们其实地方就已经在盛传，因为你只要说他豪赌，他5亿豪赌完之后，5亿是不是就不用交代他金流？5亿就不用去交代他是怎么样的？你与其去查那个11亿，哇塞，你每一笔的金流都要这样一一来条列，5亿先去掉好不好？那你就可以说反正赌光了嘛。那搞不好这5亿是给更上层的，就不用去做一个交代。所以当我们地方听到这个豪赌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画出很狐疑的一个眼神，会有小赌但是你说到豪赌，如果豪赌的话，绝对不是最近几年，是一定长期下来才会豪赌嘛。人的赌都是慢慢养成的嘛，因为你赌惯了，你才会一下之间出手这么做，而且特别到5亿这样的一个层次。那你如果知道是这样的话，那你之前，那你不是让过去纵用他的这些高层看走了眼吗？那你是高层看走了眼，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陈启玉这件事情，说实在的，一定有很多的猫腻。但是呢，我对于目前的检调单位，我一点都不信任。所以说，你告诉我是不是瞧好了？我觉得有某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的监察院长我们包括这些的系统，大家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把它断点到许明春跟陈启玉，不敢再往上去了。所以你现在可以看看后续的发展，但是应该剧本就是照这种写法。来，玉芳委员，这个说是谁的拍戏，谁的拍戏真的我们都不知道了。而且拍戏里面有的有很亲，有的很疏。究竟这个陈启玉跟陈菊的关系是很亲，还是有一点点疏，或是不亲不疏？其实我们都不晓得。所以我觉得就事论事，他跟什么拍戏无关，就事论事。他现在出了这些问题，那应该要怎么去
去解决。那他可以跑那么多天的话，那显然是的确是有人要支援，要支持，因为你光是你要吃饭，你也没有办法到外面去吃，你要在这个室内，那所以提供你这些居住的这种环境，而且是这么多天了，不是1天2天而已，所以当然人家说可能山区是比较有可能，因为山区的话，一般人比较不会往山区走嘛，高雄县就高雄市的原来的高雄县的部分，的确是有很多的山区，对，所以这个不过很好玩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他的通缉的照片那么年轻呢？这个大家会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跟他现在不像，所以他还可以去夜市，我都没有被发现啊。来，请教陈启玉的问题啊，我觉得他这个来去自如4个字呢，就跟那个谢宜容的目的良善4个字啊，会成为一个民进党的魔咒。好，因为谢宜容的目的良善，大家不要以为他已经解决了。洪申翰到现在大家还在盯着瞧，说那你这个劳动部到底出什么报告给我们？那谢宜容最后他会不会又爽拿退休金？又全身而退？所以这件事情还在发展中。可是陈启玉的来去自如啊，我觉得是大家觉得完全不能理解的。第一个，你第一时间明明他的这个事情包含连苏贞昌都要说他很早就知道，所以他当时把他范而调拔关，那个对拔关什么的。问题是你发展了这几年，然后好不容易检调开始办，你竟然把它纵放，然后纵放第一时间呢，还放出混淆视听的消息，对不对？有说他已经什么跑去东南亚什么做汤啊，跑招楼，有的说他这个被黑道这个怎样，然后呢，后来竟然发现说，原来他还在那边桃园要去夜市，好高兴，还带个女朋友可以吃东西，我就觉得说台湾到底是怎样啊？我们真的是这个对罪犯还号称什么我们犯罪率很低，一个大罪犯你都可以让他在那边跑来跑去，真的就让人觉得说你民进党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就真的很过分。就这件事情我觉得民怨很大，所以现在的陈启玉案的检调单位，他未来在起诉书上不是只有他这个案子，他这24天到底是谁接应谁躲藏，到底他灭了哪些证，清清楚楚交代出来，否则民众被棒拎耍。来，凤馨，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检方法务部就说完全掌握陈启玉的行踪，那我们就希望他交代这24天他到底跟谁接触。那这里面呢，洪威呼吁说，你其实好歹问一下媒体，媒体说有南部的政商大咖介入，那就问一下媒体嘛，因为这不牵涉到消息来源，只是媒体说不愿意去惹祸上身，这里面可能有司法纠纷。可是你问题你在检方这边作证，其实道理来讲，这个证是要做的哈，那就知道说到底是谁接济他，因为这背后牵涉到了很多的金钱往来的问题。其实第一时间陈启玉，大家仔细要想一下这个时间点。陈启玉最早开始办这个案子，然后呢要声押，没有人说他赌博，没有。然后呢，等到他逃亡了之后呢，先是说他离婚了啦，他这个什么有密友啦，有女密友啦，先让他跟他太太之间先切割。好，那这件事情呢，现在看起来他确实有女密友，那我们这没有什么话讲。突然之间，等到他投案的时候，哇，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赌输了。这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5亿的赌债，各位你不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吗？那你要知道，要欠5亿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信用，人家才会让你欠5亿啊。他如果不是台研董事长，不会有人让他欠5亿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有欠5亿的事情，那也是台研董事长时候的事情。那请问一下，当初用他，不管是用他当副市长的陈菊，或者后来用他当台研董事长的蔡英文，要不要负责？你居然用一个好赌成性的人，但最后我要提醒检方，不是外界传言他有5亿的赌债，你就可以一笔勾销。这5亿的赌债你也追清楚，他赌给谁，输给谁，哪一个赌场大亨可以去赚走这5亿？交代清楚，否则的话，你的起诉书是不会被接受的。陈启玉这个创了很多新的这个记录哦。第一个，从总统2度出来喊话，
行政院长给喊话，结果我们的检警调说全部都出动了，24天抓不到，他创个纪录，一个闯他的女性密友，还可以去扯牙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晓得吗？到目前为止，他来投案没有照片，他被收押禁见也没有照片。然后第三个，他这个可以对比一下柯文哲，你看柯文哲被铐手铐的时候，那个照片就出来，对不对？对，还要讲说他的脸色。陈其到一张照片，他被收押禁见照片一张都没有。第三个，大家再去看看他那个被通缉的那个照片。台南地检署，我有个铁线姐，你怎么用那么年轻的照片？怪不得一血牙期啊！你如果从那个通缉的那个，你要通缉那个照片，根本人也对不起来啊！那更离谱了。这个案子是多久的案子？3年前台南地检署跟一个案子拖了3年，然后到后来台北地院把它放回去。那台南地检署，你说你有在监控啊？你科技办案，结果人还让他跑的，这个才是现在去追究的。那我觉得现在台南地检署至少做一件事情嘛，既然媒体都讲了，对不对？就说有人在掩护他，这是一个嘛。那第二个，赶快要起诉，那个案情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第一个，他目前他很清楚拿到7亿的这个收贿的这个钱，对不对？然后他掏空我们11亿，现在后续还有很多哦，包括台泥就是说可能要求偿140亿的不平等条约，一共你施工多少，然后你要赔偿你10倍，后面还一堆人所以这个案子不是现在是一个什么画那个据点啊，你现在把那个什么陈其仪把它盖起来，不让我们看就没事了，后续的事情太多了，至少以前还可以写其准谁掩护他去的。然后到底里面还有多少这个内幕？那个钱到哪边去了？赶快追出来给人民看。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台湾现在已经是高龄化社会，我们身边有非常多的老人有长照的需求增加了，可是居服员的人力却越来越少哦，基本上是投入的人越来越少。过去你可以看到，从2020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居服员的人数大概3万多人，隔年大幅的增加将近1万人哦，增加9000多人哦。可是到了2022年，增加人数就开始变缓了，一直到现在，每一年增加才几百人，就是来不及追上那个需求的速度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呢，包括这些从事居服的人力哦，年纪也都比较大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都没有想过这种是老人照顾老人哦，是有报道说是老照护，70岁的阿嬷变成抢手的居服员。那当然他没有办法做那种很劳力的事，比如翻身啊，背这些这个老人家啊，或者是一些残障的人士。可是他可以跟你聊天哦，因为这个阿嬷比较特别，她66岁的时候，那时候体力还行的时候就来做居服员的，然后累积很多的经验，所以变得很抢手。只是说未来怎么办，政府可能要赶快来重视。我们来看看。台湾长照人口需求越来越多，但居家照服员的成长人数不增反减，成长率是有雪崩的情形。从2020年将近成长80%，到今年只剩下1.6%。长照需求从2020年82万、85万、88万，到今年需求数已经超过94万。居服员闹人力荒，像是这位即将55岁的杨老师，已经有12年的医院居服员经历，现在转换到长照机构，体力上相较轻松一些，但还是需要大量的热情。如果你今天是为了工作的话，其实就会有一些，他会觉得说我不需要付出的这么多。像我的话，我助理只有一个，那个护理师啊，还是家属啊，还是病人，都可以 Q 你。居服员人数成长上不来，居家服务策略联盟指出薪资隐忧。目前5万多名居服员，年轻人未满25岁的不到2000人，缺工关键可能在于升迁、薪资等制度。我们的长照是政府就是高度管理的这个一个行业别，所以政府没有调整的话，那当然我们的这个薪资水平只会在7-8年前。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年轻人他的诱因就很低。我自己的单位大概在去年的有一个76岁退休。那其他单位我最近有听到是就是84岁退休。我们开一个职缺，大概3个月吧，也还没有找到人来面试。我们2/3是的确是在45岁到64岁之间。那可是我们还有1/3是在45岁以下。中高龄的花甲居服员占70%，年轻人这几年在政府的长照10年计划2.0确实招募到新血，但老照护的问题还是存在。目前机构只能调整工作，像是1周不排太多需要洗澡的照服对象，或者照服员做医疗保健来减缓工作上的职业伤害。
珍姐，对啊，这个老互相照顾啊，这个标题的确让大家都很有感触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那根据这个劳动部，它是112年的这个资讯里面显示，他们照服人员呢，他每一年培训都不到1万人，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培训完毕之后，真正投入这样的一个市场，大概只有60%。那表示什么？你培训完，大家觉得好像可以，后来看看现实的状况之后，投入市场就只有60%。这个状况其实跟日本是一样，日本现在就有一个所谓的借户离巢，他们认为说这个真的是会影响到日本的经济，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目前的中高阶的主管，他们都要面临他们的父母亲就是有这个老的，真的找不到人照顾，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就开始半薪，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甚至离职去照顾这些老人。那这些做中高级的主管都是整个经济的一个命脉，然后反而是造成，所以日本就分析说，因为太多老人要照顾，我们的人力没有办法，造成日本的经济因此就下降，这也就是一个现象的问题啊。所以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我个人觉得啦，政府对于这个所谓的住宿型的这个照护中心，应该是要广设，而且你对于入住的这个费用的补偿，应该是要好好来去做。那它包括一些长照的保险等等之类的，还有包括刚刚所提到的整个升迁，还有整个薪资。如果这些不解决的话，源头就找不到那么多人，你更不要说进来之后又与年俱减的话，那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嘉玲，确实我在新北第一线看到的就是说，居服员的部分很缺乏，连社工都很缺，很多的年轻人不愿意投入这个产业啦哈。但是你说想一想，还有体力的大概50岁、60岁。这边以前我们叫老年人呐，以前都是50老娶了，60老翁啊，现在不是啊，现在60岁都是壮年呐，每一个都很健康。所以我在很多的社区还有长照的据点，我也看到很多大概是50、60岁甚至60几岁的伙伴们投入这样的产业啊，投入这样的服务。那照顾的可能80岁、90岁，在中和我每次去参加活动，都会遇到好几个90几岁甚至快100岁的阿嬷阿公。我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好开心哦，你又来了，表示说大家活得很快乐。所以这样的产业需要中央跟地方一起来携手，如何改变这个薪资的结构？因为它现在是最低是3万2，3万2。那虽然说时薪呢，可能200元以上，但是能不能再调一些？因为它所负担的不只是说，有一些当然不用体力啦，比如说买餐啊，陪伴啊，或是陪他去看病啦，或是整理家里啦，这个比较轻松的，其实很多人是做得来。但是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定这个社会，让这些老人家有人可以做一个陪伴。这也是我们台湾整个社会的问题啦。在新北也是台湾的缩影，所以我认为说，中央跟地方都要一起来努力，说怎么样提高这个薪资的结构，怎么样让更多人愿意投这个产业，而不是说你一面想说年轻人要投入，现在各行各业都缺工。其实不只是这个产业，大家很关切国家安全，而且呢，政府在国家安全上面投资非常大，一年比一年大，就认为可能会爆发战争。可是你相对来看，像社会安全就非常被忽略。其实战争不知道会不会来，不晓得虽然我是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不容易打了。但是社会安全真的带给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家里有个老人家，没有办法得到好好的照顾，那你如果儿子跟媳妇一个人可能就要辞职下来照顾他，对啊，那这个生产力当然就会下降了，整体的国家生产力。所以我认为国家安全固然很重要，社会安全其实也应该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政府应该在这上面要增加投资我认为居家的这个服务业为什么会变少？第一个老化，很多人也老了。他自己都需要人家照顾，他没有能力照顾别人。第二个就是待遇太低，而且我认为第二点的可能性，搞不好比第一个因素还要更高。这个现在居服员已经7年还是8年没有调薪了。过去我记得这个赖清德总统曾经讲过，做功德在社工界就引起非常大的反弹。不要只是做功德，你要给人家应该要有的报酬啊。这就是这次为什么劳动部的霸凌案让大家觉得这么的悲观跟绝望。因为你一个要照顾劳工权益，要提升不管是薪资或者是他的工作职权的保障的单位呢，可是却烂到从根烂起，你就会觉得说，那我们的倚仗在哪里？那我觉得长照员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议员讲的事情，我也要呼应，就是说，其实台湾的少子化呢，这个事情也是要关注。所以呢，除了希望提升年轻人的待遇以外，我觉得一定要推动一个
这个长照科技政策，你就要用 AI 啊，要用机器人啊，这是台湾的强项啊。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补足一些需要体力的不足。蔡英文的长照2.0的重心点是要居家照护，但是呢，尽量减少这一些照护的机构。可是如果说你想想看，居家服务员他一家一家的跑，他有多少人力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那个社区的